耶，好热，东京太热了吧？东京热。太烂了吧！这样我要怎么开场？大家好，我是西蒙，也可以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好，我是 Van， 住在台湾的拉面流浪汉，会讲东京热的拉面痴汉。终于你又来东京了。对啊，很久没有夏天来东京了。这么热的时候，想说刚好又有便宜的票，来一下。想说来吃吃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日本的拉面？我觉得因为真的很热啦，这个是人类的本能，你知道吗？真的，拉面真的就是淡季。对啊，谁会想在30度的时候在那边吃那种面，然后满头汗？其实夏天算是我蛮又爱又恨的季节，因为我超怕热，我真的超级无敌怕热。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各家拉面店的竞争最激烈。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想办法度过这个淡季，就是会出一大堆超级特别的冷面。哇，对，真的而且其实2年前的时候，我有带1+1在他们频道拍过一集东京的3个很特别的冷面。那次的主题跟这次比较不一样，那次主要是要找特别，因为令嘛，他就说他想要特别怪的，什么咖啡啊，对，咖啡的啊，然后什么2个颜色的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但这次我要带你去吃的这几家是我来日本已经将近5年，然后是基本上我每年一定不会错过的口味。然后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台湾看不太到的口味的冷面，但是这个对日本来说，在这个季节已经常态了。我每年都要吃，变成夏天的风物诗了。对，拉面人夏天的风物诗。日剧的名字是看我们能吃几家啦。好，对，尽量的。每个特别口味我都带你试试看。好那你有够期待。如果你夏天来东京玩，想要吃拉面的话，这一集一定要看。好了，那就出发了。你去哪？好，第一家带你来位在赤坂的拉面翡翠，对，应该是目前呢，我今年2025年来最多次的拉面店。哇，他2月才开，到现在开不到半年。这老板现在已经是陷入一个失控的状态。他每天都在出不同的限定拉面，创作欲暴增。对，他都一直跟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一直不同。然后呢，今天呢，他有2个很特别的口味，这2个口味呢，一个是玉米，另外一个呢是edamame毛豆。5条老师，5条老师怎么会最喜欢的毛豆？天哪，毛豆。我现在就想到那个仙台那个毛豆冰淇淋的味道，可能是。对，好期待哦，好期待！我现在好热哦。好了，赶快进去吧。还有他排队是在室内。这有一种要去坏地方的感觉哦。对哦，刚刚有人才刚从卡巴库拉出来，马上就要给我来 second round。哇，吃完真的是好清爽。我吃毛豆，你吃玉米。我吃玉米。哇，这是我第一次吃玉米冷面，好惊讶哦！那个玉米的慕斯好甜，而且它里面还用一些烤过的，所以它整个吃起来是真的满满的甜味，好强哦！它的做法其实我吃过都内这么多玉米冷面，我是第一次吃到像它这种，它是以清汤为底，然后上面盖慕斯，对，那个是法式的一种叫 puree， 类似酱膏的那种状态的东西。你在一开始夹面起来，然后夹起来的时候就会沾到，真的好甜。但是你到后面，你慢慢那个慕斯少了，旁边的生火腿跟它的盐味汤，你反而会盐味慢慢起来，它的那个转换是很奇妙的，反而是从很甜到慢慢变成咸。它的生火腿，然后还有海胆，也都是转味要素。吃那种很甜的汤的时候，夹一口生火腿，它就会有甜咸综合的。海胆的部分也是，毕竟海胆的鲜味很特别。海里的奶油再加上和海鲜的鲜味混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有个转味。然后我的毛豆呢，最一开始喝第一口感觉就是
我好像在喝毛豆。当妈妹玩糯米摸浓。然后它的做法也是一样，它用它的地基的清汤，然后上面它有2层毛豆，一个是毛豆的 puree， 一个是毛豆实体搅碎之后的渣渣。因为大家居酒屋前菜很常吃毛豆，都是毛豆然后加一点盐呐，所以其实毛豆跟盐本身它就是个大的东西。那所以它加了那个竹炭盐，让你去增加了咸度之外，它有另外一个咸度是来自它那个帕玛森 cheese，然后它又提供了一点点的奶香，所以变成说哇，我一开始吃的好像是很合食的那种毛豆味很强的，但渐渐的随着汤混在一起，它奶香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吸氧。这种清汤的做法，我们特别问老板，就问他为什么会想要用这样的做法，然后他就说，因为市面上目前看到的很多这种类似比较西洋风的冷汤，都是直接用法式的那个开胃冷汤 Amuse 的概念去把它延伸成拉面，但他说那个东西终究是开胃的东西，你只提供你一小杯，你喝的时候很好喝，但你要整碗拉面300cc 的汤，你一定腻。有看我这些玉米冷面的观众一定会知道说，我们上次吃玉米冷面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所以它会加很多不同的转味要素，不管是香料，不管是用红椒的慕斯，或者是用其他的酸度转味，让大家不要把这个浓汤喝得这么腻。因为其实冷汤的拉面一直都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它不像热的拉面的汤会有温度的变化，让酱油或者是酱底的味道去更凸显出来。它从头到尾是一个味道嘛？对，它一直都是冰的，所以它一定要在转味的部分下功夫。那它干脆使用这种清汤加上 puree 的方式，然后去分出层次。我觉得它反而提供了一个蛮不错的概念，是它直接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做转味，而不是加额外的调味料，是用汤的本身来做转味。这是我第一次吃啊，第一次吃这种玉米冷面，我觉得它甚至有一种甜点的感觉，很好吃，很强。我刚刚原本进去的时候真的是哇，满脸大汗，而且很燥，吃完反而有一种重新开机的感觉。对，真的就是 reset。对啊，我跟你讲，这就是夏天冷面的魅力。好赞哦！好，那我们下一家冷面绝对是可以连食的啦。我完全我觉得可以去吃，完全可以。对，下一家就带你去吃，我已经吃了第4年的，我们每年一定会去报道，而且吃好几次的。我认为最强，它在那个种类它是最强的冷面。哇，对哇，我看3位一体哦，我应该知道啊，你知道吗？又好热，好热，又好热。你看这个阳光。我刚刚吃完那个玉米冷面的那个 risotto， 现在又没了，消耗的差不多了，好热。第2家呢，我们来到的是 Mai Kagura， 好，就是那个熟悉的千岁船桥站。常看我 IG 的就知道这间店是我超级喜欢的店，喜欢到甚至把它带去台湾，真的，我每年一定都会来吃的，就是它的豆乳冷面啊。老梗了，但我没吃过。对，你没吃过，真的也是期待已久啊。对，来看过100遍了吧？豆乳冷面其实也是整个东京里面，冷面这个品项里面很常有人做的。因为其他相对来说难度比较不高，因为它就是豆乳。是哦，它没有动物系的汤在里面。对，他们是没有的，它就是纯豆浆加辣油，还有它的盐味降低。我真的吃过无数个豆乳限定冷面，大概吃了3、4个夏天吧。他们是我永远的第1名。跟老板打招呼。好，超级期待。好，我也来喝豆。废话了，这就是日本的永和豆浆店。来吃永豆肉。在我们的豆乳冷面来之前，老板说我来做一个奇怪的东西给你。对，然后说我们吃了有可能会生气。他居然做卤肉饭，台湾卤肉饭。所以我跟老板说，我今天要来找他吃豆乳的时候，他临时做的。对，他也是第一次做。这是什么刻板印象？什么刻板印象？我们台湾人就只会吃卤肉饭吗？台湾人equal卤肉饭，好歹要拿个真奶出来嘛。耶！哇，是不是？真的是名不虚传呢？是不是？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东京第一吧？哇！豆浆、辣油，好吃到不行的肉，还有那个豆乳 cheese， 对，哇，
天才！我就跟你讲，它那个豆乳气势就是它那碗精髓中的精髓。天哪，好厉害哦！日本的豆乳跟台湾的豆浆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豆浆还是喝起来更水一点，但豆乳是有一点稠度的。它的辣油是那种有炒过的，它是有香气，它不辣。完全不辣，就是香香的炒过那个肉。对，干好好吃哦。对，它有一点小肉燥感。其实哇，吃到肉块，好幸福。它那个酥肥的猪叉烧啊，然后卷它那个，它那豆乳气其实是自己做的哦。豆乳气实真的很神奇耶，完全没想到的味道哎，真的会有一种气死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它就有个很明显有一个豆香。对。等于是说，虽然豆乳的味道一成不变，但你看它用各种豆类的东西去堆它的层次，还有豆腐嘛，它那个冷豆腐也很好吃，超赞，真的很酷哎。还有一个转味要素也是鳗鱼康人的定番，正常都会使用的，就是它的温泉蛋，它那个蛋黄香在裹它那个面，因为他们的面也是自家制的面，它是很细的细面，但它是平打面，所以你口感很顺，你进去的时候是滑进去的，然后把它这种面做成冷面的时候，哇，它就会变成一个软中带 Q， 真的很 Q。虽然说吃到最后。味道会有点太杂，然后会有一点腻，但你在吃的时候慢慢转味，真的很有趣，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新的实感，而且你还喝完嘞，你下干嘞，说这句话的人竟然把它喝完，不对吧？我每次带每个朋友来的时候，然后如果有拍摄什么影片或什么之类的时候，我都会讲就是说，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的很难形容，对，真的是完全没有吃过的东西，而且只有这边才吃得到。我就会喜欢豆制品的，一定会超爱。你已经连续4年了，对，连续4年每一年都会来吃它的这个豆乳冷面。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也是我每年例行公事，真的。只要我看到他的 IG 豆乳冷面出来，我说干又过1年了，到了这个时间了。对，那个要去看柯南的电影，真的是同个时期，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影片尽快剪完啦，但是这个其实它持续蛮久了，我猜应该会到8、9月，有机会的就是拜托一定要来吃，独一无二啊！对，但你来吃过之后，你就会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反应。这就是我的东京最强豆乳冷面，赞。下班了，好香哦，好香哦，干器材好香哦。没错，因为呢，它主要就是喜多方出身的嘛，喜多方就是你最爱的酱油猪肝。没错哦 ，OK。我们今天是看到还有一个冷中华，没错，七彩呢其实本来就是我很常来吃的店，我很喜欢，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它的面呢，它是现点，然后它是现切，现做的手打面。跟寮一样，对，没错。现在今年的新店的名店的寮就是这边修行出来的哦。对，所以呢，我很喜欢他们的面体啊！天哪，然后冷面又更 Q，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蛮好奇它的 Hiyashi Chuka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对，因为其实日本的 Hiyashi Chuka 其实就是很像台湾的凉面，凉面，对，中华凉面的，对，有点日本人诠释的中华料理的凉面或者什么样子，对，所以呢，比起我们昨天吃的那些比较特殊的冷拉面来说，这个可能会更接近台湾人所想象中、脑海中的冷面，所以这个应该会相对昨天来说呢，它会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看起来，对，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这种简单暴力的美味才是最厉害的。OK， 排队，好。好好吃哦，好好吃哦，超级好吃，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好吃？它真是完全就是超级清爽，就是有一种我不管刚刚吃的什么，我刚刚吃的烧肉什么的，我都可以来吃这碗冷面。我只要喝它那个酱汁，刚刚是胃直接全部打开。对啊，超级解腻。我来说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小黄瓜、柚子、紫苏、番茄、醋，全部都是酸味，然后很清爽。在夏天，这种酸味就是超级开胃，真的。大家有看过《小当家》就知道。那个皇上吃不下饭的时候，酸梅炒饭，没错，就是酸梅炒饭。对，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酸度、甜度，它那个酱汁会让我觉得在喝果醋。真的。其实那个汤单喝真的会有点太酸，但是问题是你拿面去沾它，哇，
真的是超级适合。对，因为其实 Hiyashi Chuka 它本质还是凉面，所以其实它那不是汤，它就是酱汁，它就是 sauce，等于每种不同的酸还是它的香气会不一样。哦，小黄瓜也提供那种很清爽的那种口感。紫苏应该是里面最厉害的，这是画龙点睛。紫苏就怎么放都不会错，放到这种冷面里面绝对不会错。因为我说了嘛，我喜欢他们家的点是因为他们的面哇很好吃，它的面冰水里面，对，实在是超 Q。可能是因为温度的关系，所以它小麦那种香气更香啊！有，这个真的很厉害。这碗它是可以选 Nami Chu Dai， 对，然后它的面分别是150、200跟250克。很后悔面没有选大的。哦，对啊，很遗憾呐，没有吃到你想吃的主干。对啊，那家店七彩外面那个主干那么香，那么香，进去吃是这种水果风味的。哦哟，那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这次冷面会没有主干呢？主干冷面，哇！热几天啊？好热哦！好痛苦哦！我还以为我到一个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比较爽。太热了吧？刚从车站走过来的时候，然后沿路又看到什么燕三条贝子，浓厚鸡白汤，牛骨豚骨，忽然觉得冷面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满足那种爱拉面人心中那种对动物热量的渴望。因为你看我们这几天吃的玉米、熬豆，然后豆乳冷面，然后昨天的是中华，比较什么醋啊，什么一堆植物。对啊，全部都是植物，这怎么能满足我们这种嗜血的人类？拉面肥宅所需的营养素呢？越吃越瘦，搞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吃的是在新宿医院的拉面麻子一，有氧，也是一个超级名店啊。对，这间其实它才刚2周年而已哦。哦，这么新吗？对。然后呢，它第1年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人知道，一直都是我藏起来的店。然后我大概有在 IG 介绍过3、4次吧。它第2年的时候被选到百名店了。对。然后就开始大排队。那它本来是只有6日跟假日开放式预约的。然后老板说现在太热了，所以他现在是全部变完全预约制。因为这家店呢，我很喜欢的一点是，他把我2个最喜欢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就是拉面还有日本酒。日本酒哦，对，他们是夫妻经营的店，老婆应该是有一些就是酒相关的证照的哦。等于说你每次来吃，他都会跟你讲今天有什么酒，觉得他有点把拉面的概念加入那种配日本酒的配阿林格啊的概念，我很喜欢。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呢？我去年呢就有吃过，它的夏天限定的冷面，然后呢正好就是今天哇开始发售，哇太刚好了吧？品相是什么？今天要吃的呢是西基咪，还有火塔推的冷面。太赞了啦！终于有海鲜了，动物这不就来了吗？终于有海鲜了，海鲜真的是很适合做冷汤的东西，对，因为它相较动物来说，它比较没有那种胶质啊、油脂的东西。把冷汤做，它比较不会有那种凝固，对，凝固一层油在上面。拉面麻子一，期待一下，好期待。哇！我就先问一个问题，明天还能预约吗？哇靠！哇靠！那些吃植物的是什么鬼东西啦？为什么？哇哦！你不能拿植物跟海鲜比啊！哇！汤底跟它的油交织的完美，它的 topping 也都很好吃。比如说干贝，然后我第一次在冷汤里面吃到虾子馄饨，对，它里面虾子变成超级弹，它虾的内馅会吃起来更像那种就是那种海鲜沙拉会有的那种，对，整个虾子超级弹，然后居然是冰的，然后面好好吃哦，它的那个整面也超厉害。根本是艺术品。我一开始拿着想说我要夹吗？
我想啊，不敢下筷子。而且我觉得蛮酷的是，它主要是火塔贴嘛，跟洗鸡米的底嘛，但我觉得它的面吃上来的时候，其实它的汤是有一个很像昆布水的那种缠绕感。它有一点，就是有点黏感。它真的是带汤，整个直接进到你，然后那个面就是冰，然后 Q， 然后你第一口都真的会，哇，这啥？真的有点不在同个赛道上的感觉。反正就是植物跟海鲜贝类的东西，它就是有它的鲜味嘛，就是琥珀酸，但很容易就是平衡拿捏不好，搞不好有些人会怕那种，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是贝腥味的。确实这个的贝的那个平衡做得很好，对，它不会有那种太强的鲜味盖掉整个东西。我们要看到酸味转味元素，就是柠檬，然后它里面也有提供很清爽的紫洋葱，然后葱，它会先放在旁边，然后面码。然后就是吃的时候再加起来。对，因为毕竟葱类的东西，其实它是提供一些天然的辣度，会跳出来。但我还要特别讲一点是它的日本酒，哇，今天的日本酒好好喝，它虽然是新口，但很顺，搭配汤一起喝的时候，那酒变很甜，但可能就是它贝类的那种里面的那种鲜味，跟它的那种米香做一些化学变化之后，它的酒越喝越甜，哇！然后我中间就是会一直交替，对，喝汤之后喝酒，然后喝水漱口，然后再喝，哇，这样一个水循环，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在很多地方都达到了很完美的平衡和互补。好，我在这边宣布，那个这一届的2025年夏天的那个冷面冠军就在这边。我们还没吃完，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都很爱，还有一个我期待到爆的，对，我们都很爱，然后你特别爱的东西，我们还没吃到。好。Yeah， 来到了熟悉的地方，重头戏啊，熟悉的地方，没错。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莆田站拉面圣地，莆田。来到莆田站就要讲我最喜欢的东京的拉面——竹竿沾面公园。我们曾经有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你来吃的时候，我们吃完隔天又再来吃一个一模一样的口味，没错，我至今还没有吃过竹竿沾面公园的其他品项。对，因为其实他平常就有卖一般汤的竹竿拉面，然后我们每次去吃沾面的时候，看到旁边人点进去，哇，看起来很好吃哎，好像可以试试看。我下次一定要吃这个。下次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贩卖机，我们手就是说要去按那个拉面的时候就，最后怎么又是出来沾面？每次都这样。然后今天终于看到了，他要推出限定的竹竿冷面，没错。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早上说的那家一样，海鲜是个非常适合搭配冷面的。然后呢，所有的海鲜里面，我自己吃过无数个冷面，我觉得竹竿真的是最适合的。真的哎。对，但是我也很好奇啦，因为公园它主要就是做那种超浓厚竹竿沾面嘛。那它来做冷面会是怎么样？是清爽型的吗？还是会维持浓厚？浓厚的冷面又是什么口味呢？很好奇。好了，期待一下啦，就是你最爱的店。对，但也许我等下去还是不小心点到上面。对 ，Go Go， 不行啦，影片主题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加蛋还是？怎样？我好像拥抱老板。天哪！不是那种清爽系的，不是竹竿清汤哦。哇！我刚早上吃完冷面的时候，我说啊，冷面的冠军已经出来了，什么什么，真的是太早，真的是太早。怎么有这种东西？老实说，我也有吓一跳。竹竿的汤一般要做成冷汤，我们印象中都是它要做成比较清汤，对，才好入口，不会有腥味。它用了6种竹竿，跟昆布，纯粹竹竿的，没有动物系的任何汤。啊，还有说它加了很多嘛？对，他说他用爆干多的竹竿，他说它的香味油也跟它一般的香味油不一样，它也是用特别做竹竿的油，难怪这么香。
它在冷汤的情况下，竟然是浓厚的。对，我甚至有点在喝手冲咖啡的感觉，有一点呢。对，而且甚至它的汤喝到后面，真的会有那个咖啡的那种快要苦的甘味。哇哦，那个就是主干天然的那种味道。对，就它的那个鲜味，但它就带一点小苦。对，因为毕竟主干同苦味是有人会怕的。可能是热汤的时候，那个苦味没有一个出口。你必须要接受它。但是因为它是冷汤，温度的关系让它很清爽。你就会觉得这个苦味是加分的，它里面还有加秋葵，可以提供一点浓浓的粘稠感。然后还有一个是主干冷面里面很常使用的一个配料，就是谬嘎哦，那个叫做中文叫做明鹤。总之它就是吃起来有点姜味，对，它就是生姜的清气啊。太适合了。我们之前在吃公园，例如蘸面的时候，它里面汤里面会附那个切好的洋葱丁，就是可以解一下腻。今天这个洋葱丁，我想把它挑掉，不要打扰我跟那个煮干汤的。你这个呛辣的味道不要来。它洋葱丁有点多了，因为那个汤真的太好喝了。太不期待了。这我觉得最精华的还是紫苏叶啊，真的。紫苏好适合哦！你可以是跟我一样吃法，我就用紫苏，然后包着面，对，OK， 好吃，没错。再次声明，煮干沾面公园就是我在日本最爱的拉面店。我觉得冷面真的是很像是拉面的另一种形态，都已经吃惯了公园，还可以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风貌。我们熟悉的味道，但它用不同方式呈现，很像你女朋友今天穿的那个女高中生的制服，突然又有新鲜感了。对，这可以用吗？这可以用吗？我没有，我这种经验不太多。果然还是制服好啊。我们又来到莆田了。莆田就是莆田站，没错，这干脆住这算了。